那前几个星期呢，我就参加了女朋友的毕业典礼，就在马来西亚的北方大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顺便开车进去泰国去玩。那我去了泰国很多次了，这次是第一次开车进去，所以特别的刺激。那我们也吃了最棒的这个猪脚饭，也喝了泰国这个 7-Eleven 的 Espresso I。那如果你去泰国的话，一定要点这一个来喝，因为非常有泰的味道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心满意足回家了。那在回家的漫长的开车路途当中，就突然放空思考。然后我就意识到，原来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，倒不如做一个有关于为了更好的新一年，你必须要停止做的事情的断舍离影片。那这是我每一年都会做的年度回顾影片，那每次呢都会受到很大的反响。只要你跟着这些步骤去做呢，去除掉这些阻碍你前进的绊脚石，那么你的人生呢，你的这个事业，还有包括你的生意呢，将会得到非凡爆发性的成长。这也是让我一直在进步的一个秘诀。嗨，你好，我是郝烨，我是一个网络创业者，在这里我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于投资理财、创业思维还有个人成长的课题，让你学会如何过上一个更加有效的人生。那这边马上来和你分享，即将迈入新的一年之前，7个你必须要停止做的事情是什么吧。第一点，停止抗拒新事物。当你在一个领域待久了，就会有一种 ego， 觉得自己懂了很多了。所以当有人告诉你一个新的方法、新的趋势的时候，往往我们就会抗拒它，然后做回原本做的事情，认为自己已经都懂了。举个例子来说 ，IG Reels 吗？我懂了，就短视频嘛。做 YouTube 频道吗？我懂，但是现在目前的市场竞争很大，做不起来。7个高效人士的习惯这本书吗？我有听郝烨说过了。问一问自己，很多东西你都懂了，但你做了吗？当你的朋友、你的伙伴或是你员工给你推荐新的方式的时候，你都懂了，但你有认真的去思考并且实践了吗？还是一直待在舒适区里面，不想尝试新的方法，但心里又在那边抱怨说行情不好呢？停止拒绝新事物吧。当有人向你推荐东西的时候，先去研究了解一下，不要固步自封。很多时候新的一个尝试或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呢。第二点，停止和其他人一样平凡。我们的生命很短，活着的时候不要总是想着跟其他人一样就好，有份工作，有个手机玩就心满意足了。No， 这是你想要的人生吗？是你追求的目标吗？如果不是，那就不要拿平凡的结果来合理化自己的人生。很多人都喜欢自我安慰，总喜欢拿普通人的平凡来合理化自己的现状。虽然不喜欢目前的生活，想要的又不敢去追求，因为担心成为突出的那一个，担心和别人不一样，可能会伴随着许多的风险和未知，因为会不习惯。那我告诉你，人生苦短，如果你想要过这普普通通的人生，那就等于白费来到了这一个世界上的机会。你知道这个机会有多难得吗？是6000万分之一耶，比中彩票的数字还小。如果还想过个平凡的生活，那么这一生就白费了。所以说，如果现状不是你想要的，那就勇敢的去追求，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付出行动，决心成为脱颖而出的那一个，而不是拿平凡的大众来合理化自己不满足的人生。第三点，停止抱怨。抱怨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推卸责任。都是政府的无能啦，都是演算法不好啦，都不推我的影片，都是他害的啦，都是老板不好，同事很烂啦。当你抱怨的时候，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，心里就会好过一点，但是对于结果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学做一个有担当的人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想的是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，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，而不是这是谁的错。抱怨只会阻碍你前进，但承担却会让你成长。很多人在选择事业或是工作的时候，都会考虑我比较喜欢写作，我不喜欢拍影片。我比较喜欢设计，我不喜欢去剪辑。我比较喜欢处理文件，我不喜欢跟别人讲话。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，虽然善用自己的长处可以给你带来优势，很多事情都是要你学习开始去行动的。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做，那就等着吃西北风吧。就比如我喜欢创作，并不喜欢录音和拍摄，但市场喜欢这样的呈现方式，需求在那里，
你说我会因为不喜欢而不去做吗？不做就等于饿死了。有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人跟我说，他想要做自媒体，想要做线上课，然后他又不想要露脸，不想要录音。好，那没有关系，那你用心的把影片动画做好。结果呢，他又会跟我说，哎呀，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，我没有设计感啦。那你想要做什么呢？等着这个老天爷派钱给你吗？我们人生下来原本什么都不会的嘛，但都是透过学习，透过正确的方式来操练起来。当你越擅长的时候，你就会越喜欢了。所以停止抱怨，学会承担责任，把事情给做好，才能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。第4点，停止缺乏行动。Do your best， 我尽力了，和 Do all you can do， 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，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很多人都会说 I try， 我尝试一下，然后感觉很用力的做一下，要是没有结果就放弃了。但优秀的人会思考的是 What else can I do？ 当尝试了之后没有结果，他们就会马上采取第2个方案，然后第3、第4，一直到成功为止。当你在思考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时候，大脑就会突破框架，带你找到新的线索，进入头脑风暴，开发更多的可能性。然后这时候你就会有 Plan A、Plan B、Plan C， 条条通往罗马的大路就会浮现出来了。这就是缺乏行动和大量行动的区别。如果你想要新的一年有新的突破，现在起就去思考一下，还有什么是你可以做的。别人尝试一个行销方案不行的话，那你就尝试10个行销方案，而不是做了一个没有结果，然后就坐以待毙。第5点，停止缺乏投资。你手头上的钱会一直在贬值，如果你现在没有任何的投资，那么10年之后，就算你的存款变多了，其实你的财富还是没有任何的增长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得越来越贵，而你还是会两手空空，留下的只有你老去的身体。现在起就开始学习投资，投资在这3个方面。第一 ，business 生意，思考如何拥有自己的事业，并且把自己的企业给自动化，投资在人才、系统和软件上面，让自己拥有一个可以持续给自己带来收入的事业。第2 ，real estate 房地产，购买房子或是商业房产，把它给出租，这是最保值也是被动收入打造的一种。第3 ，paper 股票或是其他的理财产品等等，这是你随时都可以开始的，用最低成本的方式来享受优秀公司的成果。现在投资理财都是特别容易做的事情，只要你有一部手机，有一张卡就可以做到了。如果你想要学习股票投资，利用世界优秀的公司帮你赚钱，分享他们的红利的话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领取我用心制作的15个高价值长青投资标的的免费 PDF 吧，让你学会钱滚钱，快速的掌握股市投资思路以及价值投资的标准。那么之后呢，我要推送一些有关于投资获利的干货教学给你，趁早学习投资，才不会老来两手空空，不断的被通货膨胀稀释掉你的财产。第6点，停止低质量和低数量的关系。社交媒体的盛行，让越来越多人害怕社交，导致朋友圈都不联系了，很多关系都不是那么的好，关系少了就会影响到你的机会，间接性的影响你的收入。同时如果没有朋友的话，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心灵健康。而讽刺的是，现时代正是关系的时代，不管你是做线上的还是做线下的，都需要开始经营关系，和粉丝、和顾客、和伙伴，你的前辈、你的后辈等等的关系都是需要经营的。当然我们不能够只关注数量，更重要的是质量。什么是质量呢？意思就是当你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可以互相督促、互相帮忙，或是互相成长的那一种，而不是为了要占你便宜才来找你的。除此之外，那些总是给你灌输负面信息的朋友，基本上也不值得你去深交。当然偶尔向你倾诉心事，吐一些苦水倒是没有问题的，大家都会有低潮的时候嘛，互相取暖还是很有必要。像我经常就会向我的团队吐苦水，反而感情变得更好了。所以在今年就停止低质量的关系吧，积极的去邀约高质量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来联络，而不是等到有需要的时候才能难为情的请求帮助。当你开始接触更多高质量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人生会产生极大的变化。第7点，
那么这一点之前我就有请大家参与，提供给我一些 ideas， 有从 email 的，从 YouTube 的，从 IG 的，总共就收集了差不多50多个的想法，有停止负面想法的，有停止内耗，停止不良习惯，停止拖延，停止胡思乱想等等的，大家的贡献的内容都非常的棒。那这边我就选出一个我认为今年应该要停止的第7点，那就是停止不够细致。古代拥有超凡智慧的这个所罗门国王就曾经说过，那些办事殷勤细致的人，他们必须站在君王面前，而不必站在下贱人面前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些做事勤奋并且细致的人，他们将会成为大家追捧学习的对象，而不会受到命运的毒打。当我们决定行动做事的时候，不只是做而已，而且要做对，要做到位。就比如说，今天你决定做这个电话行销，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提升业绩，但打了10通的电话，1通都没有成交到，然后就开始说，这个策略不行啦。但你有没有想想看，你的方法做对了吗？你电话成交的这个脚本是否正确的？你的 offer 是人家想要的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就要马上调整过来。这就是细致的意思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策略都没有错，错的可能就在于细节。同样的，当你在做这个自媒体经营的时候，对于影片制作、贴文发布，你是有在做的，但细节的部分是否又做对了呢？标题是否足够吸引人？文案的开头是否足够精彩？内容是否足够干货？设计的部分是否有感？这些都是细致的部分。所以说，勤奋是不够的，你要的是细致。因为细节决定成败，能够注意到细节的人，往往才能干成大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，在进入新的一年之前，你必须要停止的7件事。我们来回顾一下。首先，第1件，停止抗拒新事物，不要让自己的 ego 错过许多的机会。第2，停止和他人一样平凡，人生苦短，唯有非凡才不枉此生。第3，停止抱怨，学会承担责任，人生才会得到成长。第4，停止缺乏行动，思考一下还有什么是你可以做的。第5，停止缺乏投资，贸然回首，不要看见自己两手空空。第6，停止低质量和低数量的关系，关系决定你的人生质量。第7，停止不够细致，勤奋是不够的，细节决定成败。最后，请你留言写下来，从现在开始，自己打算如何停掉这一些坏习惯，因为只有真的行动起来，我们才能看见改变的第一步。唯有去除阻碍你前进的拦路石，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，你的生活才能够变得越来越好，并且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。那么最后的最后，希望看到这一个影片的你，可以收获满满的启发，也祝福你拥有一个精彩的新一年。那如果你喜欢我这一集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帮我点赞，还有分享出去，启发更多的朋友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